首先呢，我们对模特儿脸型呢做一个简单的分析。模特儿脸型的三庭呢是比较正常的，但是呢五眼呢会适当偏肉一点点，同时呢额头比较窄。那接下来，首先第一点，发根呢，其实对于他的脸型呢，我们可以适当去做蓬松。额头比较窄，选择偏分为主，而不要选择中分。其次，刘海的修饰呢，颧骨位置，待会儿我们夹完之后需要修饰柔和。形体呢，它的脸型形体不适合走得太蓬，量感太大。最后，脸基呢有咬肌的位置呢会有点肉肉的，待会儿我们可以用脸基的一些线条呢做一个简单的修饰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发型的操作。首先分区，同样头顶点分到耳后点，将侧区分出来。分出之后，定我们上区的厚度，大致占整体的2/3，底区占2/3，表区大致占整体的1/3，量少。底区的脸基呢，可以提前预留一片做纹理线条。接下来我们把底区的纹理做出来。脸基预留一撮头发，体现线条。先将头发抛光抛顺。模特的头发呢是漂过的，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选择的温度是170度。头发呢，通过滑行抛光的原理呢，让头发具备质感，同时呢，适当去除水分，增加头发柔软性。整个底区的纹理今天体现的是一个外翘的正反卷的纹理，因为外翘给我们的感觉呢会更加俏皮，尤其是对于他的头发呢是比较一刀齐的头发。如果我们做一些大波浪呢，可能待会儿发尾会有点堆。做外翘呢，发尾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轻盈的感觉，更符合我们接下来的发型。发梢做一个外翘 ，OK。外翘做完，将整个发梢捋正，往上去延伸卷度，做一个蛋卷的形状。正反卷的纹理用的是滑行操作呢，可以让整个卷度走得更加柔和。继续往上延伸，一直延伸到哪里呢？一直延伸到我们耳垂左右的卷度，停止。延伸到耳垂左右的卷度。OK， 放下来，底区的纹理感呢就基本上打造好了。脸基的头发预留的这一撮头发呢单独取出来。同样，我可以去呈现这种正反卷的纹理，也可以去呈现一些不同的形状。比如说我这里呢，我会去呈现一个向前的波纹，饱满向前的波纹。用的是我们饱满向前的螺旋手法。OK， 发梢呢做 Q 弹一点点，因为毕竟我要顺应我整个发型的结果，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脸基呢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修饰，可以更好的修饰掉我们的脸基肉感的部位。发梢呢，适当 Q 弹一点，符合底区的感觉。那接下来，底部的纹理以及我们的脸基就做好了，往上操作。表面呢，再预留一片，这片的厚度呢，大致保证在1公分左右，少一点点。这一层制造我们的刘海轻盈感以及我的表面的线条。脸基的这些碎发呢，单独留出来。这一层，同样这一层区域呢，我们先将头发抛光抛顺。这一层区域在于发型理解当中呢，叫做形体区域，但是它的脸型呢，其实形体是不需要取得太高的。所以说这一款发型呢，我们去控制它的感觉的时候呢，它的起卷这一层的起卷尽量低一点点，低于耳垂以下。不然的话，做完之后整个发型呢就会太过臃肿。
发梢呢，我们通过左夹右夹的方式呢，先让它形成一个内切的纹理，更符合下面的卷度，上下呢衔接。内切的弧度做好之后呢，我们一分为二，前面呢做收紧往后的纹理，起卷不要太高，保留发梢。这样做完之后呢，会形成一个往后打开的弧线，同时呢，发梢呢又比较符合我们下面的卷度。继续，也就是将我们的形体区的头发呢分成了2片去操作，这样呢纹理会更加凌乱一些，空间感呢也会更强。后面这一片呢，我们做成向前的纹理，收紧向前。同样，通过螺旋的方式呢，我可以去旋转一下，发梢呢保留，让它发梢 Q 弹一点。做完之后呢，可以立刻打散。OK， 接下来底区以及中层的区域呢就解决好了。把脸基的这些碎发呢单独拿出来，在这里呢，我会采用一个收的方式，收紧向后的方式呢，制造一下我们刘海的收的感觉。如果觉得不够往内收，保留这个收的位置，我们把发干呢往内凹一下，让刘海呢有一点点往前走的感觉。碎发呢可以制造一些氛围感，往内走的氛围感。OK， 记住，做轻盈凌乱的发型，尤其是日系的感觉，脸基呢不要把它做得太整齐。如果脸基太整齐呢，整个发型是没有太多轻盈的表现力的哦。将我们的刘海取出来，做这种发型呢，刘海不要做得太厚，少一点点，这样呢，你整个发型呢才会有更多的轻盈感。那刘海呢，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收紧向后的弧度就可以了，收到颧骨左右 ，OK， 划掉。记住，不管是做凌乱的还是做质感的，刘海呢都是一个不能做得太卷的核心点。发根呢，可以适当给它顶一下，增加我们发根的饱满度。发根适当顶一下，增加发根的饱满度。因为它的额头呢是比较窄的，不顶的话会显得我们的根儿呢比较收进去，显得额头比较尖。OK， 刘海搞定之后呢，再去搞定我们表面的线条。那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哦。刚才我们的形体区域呢，我这里呢是采用的收紧的方式去形成的形体。为什么要用收紧的方式呢？你要记住，做凌乱的，如果我的形体直接形成了饱满度，而不给我的表面线条，因为我的线条是单独留出来的一份，我不给我的线条预留空间，那最后你做出来的发型呢，不仅仅不会显得轻盈，反而会显得臃肿。所以说，在凌乱发型当中呢，我们的形体区可以适当的去形成形体的同时，适当的去去亮。线条做的环节呢，记住线条3个口诀：刘海点以前不做线条，这是第一个口诀。第二个口诀，线条要有高低落差。我做了高的，接下来就要做低的；做了低的，接下来就要做高的。比如说第一桌线条，我们看一下。它是做的比较高的纹理，那下一桌线条从正面去看，我就要和这个纹理呢形成一个简单的落差，不要让它处于一个高度上。OK， 下一桌线条可以刻意的把它起低一点点，让整个线条感呢不要在一个高度上面去呈现。用螺旋的方式呢比较简单，而且也比较安全。发梢呢建议大家适当把它做 C 一点点，这样呢整个纹理看上去呢会更加 OK， 更加好看。有了更高的呢，我发现这2桌呢虽然第一桌会很高，第2桌呢会低一点，但是呢我发现整体呢还是蛮高的，好像会去对我的发型结构产生影响。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片呢，直接再给它做更低一点点。今天线条和我们的生活感的发型呢，其实也是一样的。OK， 一定要有明显的高低落差，你这样呢做出来的感觉呢，才不会去影响到我们最后的结果。
很多同学呢去做线条的时候，一旦做完呢，就会让整个发型呢显得很臃肿。但是呢，我们从正面去看，我的头发呢，它是有形状的，但是有形状的同时呢，又不会对我的整个发型呢有太多的影响。它只是形成了表面的什么呢？形成了表面的这种空气感、灵动感。OK， 那这边的感觉呢，我们就夹完了。接下来我们去夹另外一侧。OK， 简单呢，把我们的刚才的这一撮呢氛围感的刘海呢，就线条呢稍微给它呈现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去夹这一侧的感觉，同样的继续。那这种发型呢，其实它的结构呢还是不会走那么蓬，但是呢表面的线条呢会呈现得更加灵动。一般呢做这样的发型呢，第一点常用于拍照，第二点呢比较适合一些年轻不太喜欢这种偏生活类发型的顾客。小姑娘啊，或者说经常喜欢染这种炫色呢，其实做出来是比较灵动的。OK， 同样的确定上下的分区，底区大致占整体的2/3，表区占整体的1/3，夹住。脸基呢，我们可以提前预留一撮头发去做一些灵动的纹理。接下来先将底区的头发抛光抛顺，制造我们头发的光泽度以及质感。OK， 抛顺之后呢，直接一整层一起操作。发尾呢，操作一个外翘，可以适当减轻我们发尾的重量。再去夹外翘的时候呢，一定要适当去转动加热。那手法这一块呢，我们之前有讲，所以说如果手法不太熟悉的伙伴呢，一定要把我们的手法呢去进行训练总结，这样你在夹发型过程当中呢，才不会出现更多的问题。发尾捋正，往上延伸。第一个外翘，第二个卷呢是内扣半圈左右。滑行的方式操作呢比较柔，继续往上走。记住，夹这样卷度的时候呢，尽量让模特呢稍微头抬起来一点点，因为客户往前去倾的时候呢，你这样的卷度呢也特别容易干嘛？特别容易夹歪掉。最后一个卷在耳垂左右，适当增加它的饱满，方便我们待会儿发型的表面支撑。夹完之后可以立刻打散。脸基的头发，你可以做向前的流向，同样的也可以去做向后的流向。脸基的碎发呢，它就是点缀的，只要你做卷，都能去修饰到我们的脸型。只要你做卷了，都能修饰到我们的脸型。所以说手法呢，其实不是特别重要。但是如果今天一个客人呢是特别需要修饰的，建议大家去做向前，会更修饰。发梢呢补一下，头发呢没有张力的没关系，重新再去夹一下。那同样的，只要我把它夹高一点呢，这个头发呢同样可以去修饰到脸型，只是它和向前的纹理相比呢，向前呢更容易包脸，向后呢更像是一个点缀的方式去修饰，让脸基呢能够稍微遮住一下，点缀一下。而且呢未来呢，我们这边做向前的这种方式呢，建议大家去使用的时候呢，除非是咬肌特别夸张的，我们会去用向前。但是客户而言呢，我们脸基的这些纹理呢，建议大家要么用正反卷去尝试，要么用向后，因为这样会修饰的同时呢，让脸基呢不会那么多头发，而且脸基会干净一点点。OK， 继续往上走。表面呢预留1指左右的头发，1指左右的头发去做线条纹理，好像还有点厚了，我们再保留一点点，少一点点表面。
OK， 这一层的核心目的呢是制造我们形体的堆积，同时呢也是为了帮助我们的上面呢去预留一些空间。先将头发抛光抛顺，脸基呢留点碎发去做脸基的纹理。先将发尾整体夹一个内扣的 C 型，保证呢我这个卷待会儿夹完之后呢，发尾能和下面去衔接，起到上下的呼应效果。OK， 发尾夹好了，接下来把它一分为二。形体区如果一整片去夹呢，整个形体呢会比较实，会比较质感。那分开去夹呢，会让我们的纹理呢更加有一些灵动感，不要太高，不要高于耳垂，收紧向后的螺旋去操作。发梢呢，就让它自己俏皮一点。打散看一下，它会和上下呢形成连接，同时呢，这里呢也会给我们的表面呢预留一些收的空间。觉得不够，再来。发梢呢俏皮一点点。OK， 后面的这一片呢，我们做向前的纹理，前面收紧向后，后面收紧向前，这样呢一前一后呢，中间会形成一个空洞感。这个空洞感呢，刚好可以帮助我们的表层头发呢去做空间延伸，同时向前向后的这个空洞感呢，更容易让我们表面的纹理夹完之后，能够在这个位置呢形成一个稳定性的堆积。脸基的头发不要放过它，脸基的头发呢，我们同样的，它是靠近我们主刘海的脸基，或者说也叫做我们的副刘海的脸基。那这层区域呢，我们去把它取出来之后呢，可以直接去做一个收紧向后的螺旋，既有点我们刘海修饰的那个味道，同时呢，下面呢又会产生一些卷度。OK， 让我们的脸基呢不要太空，卷度呢适当抖散，让我们整个底下的体积感呢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再去往上去操作，找到我们的刘海。今天的刘海区域呢是比较少的，因为你要记住哦，伙伴们，对于轻盈感的发型呢，刘海也要适当轻盈，而让刘海轻盈最好的方法呢，就是减少它的重量。就把区域呢分得更小。刘海的夹法，因为区域不多，所以说我们这里呢就一步到位，直接顶发根的方式转动，转动完之后往后推，让它自然回来，就会形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大 S 刘海。OK， 直接把刘海当成发根，直接顶一下操作。高角度提拉，卷棒放在正前方，斜向前，发尾甩到侧面，进去之后转动，转动完往后推，直接让这个刘海呢快速产生我们想要的这种大 S 的感觉，同时呢也比较符合我们待会儿这个发型的结果的呈现。整个结果的呈现呢是希望呈现的稍微俏皮一点点。OK， 往后去撩，那刘海的感觉呢就可以了。表面头发。表面头发的核心目的呢，还是制造我们的线条感，把它分成3到4束，增加表面的纹理。那这里发量有点多，我们就把它分成四个小发束去做操作。第一片，这里呢会顶得比较高所以说第一片呢，我建议大家，尤其是这种发量特别多的情况下，第一片建议大家去做线条的时候呢，可以做的适当低一点点，低一点。稍微低一点，不要和我的前面呢形成冲突。来，模特稍微抬头一点点。第二片呢，我发现呢还是前面的重量有点重，我第二片呢再低一点点，让它形成前后的落差。那整体呢都低下去了，接下来我们可以再去做一些比较高的纹理线条。
发根的线条如何让它齐卷到根部？我们直接贴着根部先做一个1圈的卷，这样呢发根就能饱满起来。再顺着这个收的面延伸下面的卷度就可以了。今天如果你做完线条不能去齐卷得很高，那你接下来你可以用我这样的方法呢，快速让头顶松散起来。OK， 最后一片，有了特别高的呢，我们接下来再去做一些比较低的纹理就可以了。发梢呢，适当的让它 Q 弹一点。那接下来我们这边的发型呢，稍微打散一下。这边的发型呢，就基本上搞定了，也是一款偏凌乱、偏动感的发型结果。OK。底下的卷度呢，适当抖散。刘海呢，如果特别往前塌的，待会儿我们可以用吹风适当往后扫一下，但是它的俏皮感呢，不要给它破坏掉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去操作后头部的感觉。后区呢比较简单，同样还是三层区域，底区占整体的2/3左右，表区占整体的1/3左右。OK， 最表面呢留薄薄一片去做纹理线条，这是我们凌乱款的发型，3层，主要3层结构，底区最后中区形体饱满，表区薄薄一片做线条。底区呢，因为太厚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还是需要分开去操作。那我们把底区呢1分为2，再去分开呢把它夹卷。这款发型呢，我们底区就不要去把它做得太乱了。前面的底区呈现的是正反卷，这里呢还是呈现正反卷。因为整个发型呢，已经通过线条、脸基的线条以及我们表面线条的方式呢，呈现得比较灵动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没必要在我们的底部纹理区去做一些太多不同的变化了，反而这样变完之后呢，会让整个发型呢显得乱中无形。发尾做完外翘，往上延伸，延伸一个卷基本上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做的太多，延伸一个卷就可以了。OK， 继续，先将头发抛光抛顺。后部的底区呢，我们就做一个外翘，和侧部呢一样的方式，还原它的切口去夹，做一个外翘。外翘做完之后呢，我们保留外翘的卷度，往上延伸一个卷就 OK。继续，一样的操作方法。同样外翘，头发掉了剪回来继续。往上延伸一个卷度就 OK。记住，后头部底区的齐卷高度和我们生活款的发型的高度是一样的哦，没必要，因为它是看不到的，你没必要去起得太高，反而会去影响到我们最后的结果。OK， 这里的头发呢，它会有点长短差别很大。那我们还原它的切口，做一个外翘就可以了。这个外翘呢，歪了都没有关系，在后区。最主要发尾呢，一定要有抠弹的卷度。OK， 往上延伸一个卷度。OK。那下面的发尾呢，就基本上搞定好了。搞定好之后呢，接下来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表区。表区呢，预留薄薄一片做线条的纹理。然后接下来中层怎么去处理，它会更加好看。
对于这个长度的头发，其实我们的量感呢都是已经很蓬的。那接下来在处理我们的形体区域的时候呢，你不仅仅要去形成适当的饱满度，你还要在形成饱满度的同时呢，让我们的表区呢能够有更多的发挥空间。所以说，这里我们形体区选择用收紧向后的方式去操作，收紧向后，螺旋的方式操作卷度。退一圈，发梢呢符合下面的卷度，下面呢是一个外翘的呈现，发梢呢我们也把它做的稍微俏皮一点，这样呢和下面呢会有一个上下衔接的功能。做收紧向后，发梢呢做平卷，推一圈之后做平卷，让发梢呢和下面呢有一个融合感、衔接感。OK， 同时这样的方法呢也能更好的去改变我们后区下层的一些量感，让我们下区呢既有做量的空间，同时呢纹理呢还特别好看，不会显得脖子两侧呢很宽。退一圈，发梢呢就一个卷平卷呢给它滑到发梢去。OK， 继续。螺旋呢需要记站位哦，站位站在卷棒摆位低的一端。发梢转为平卷，稍微把发梢给它做卷一点点。如果不小心滑掉了，没关系，再去补一下。一定要和下面的卷度呢稍微形成衔接。那大家去看一下，当我的后区这样做完之后呢，我这里呢既会预留空间，同时这个位置呢看着呢也会比较收，有点菱形的效果了，看着会比较好看，不会像一个很臃肿的体现宽度。最后表层区域呢，把它分成4到5片，分成小法术，我们再去做一些线条。线条呢，从中间开始做。凌乱款的背影衫呢，我们做线条的时候从中间开始做。中间这一做呢，尽量给它做高一点点，高一点点，立刻形成中高两低的这种立体感。我们做螺旋的线条就 OK。中间做高一点点。发梢呢，给它做 Q 弹一点，就不能做得太直喽。中间做高，慢慢往两边靠呢，我们慢慢低一点点，让它形成落差，不要在一个高度上。还有做线条最安全的方式，记住第3个口诀：线条呢，尽量与下面的手法呢流向一致。下面呢，我们做的是向后的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做线条呢，尽量也做向后的，这样整个发型后区呢，能体现出我们灵动的纹理，但是呢，又不会显得凌乱。发梢 Q 弹一点 ，OK， 打散之后呢，就是一些比较灵动一点的纹理，比较好看。OK， 继续。中间高，两边低。现在呢，所做的线条呢，都是偏大法术的线条。那这个线条做完之后呢，我们结束还可以再去做一些更细小的线条。再低一点点。那整个线条做完之后呢，我们再去挑一点小的。如何去做小的线条？挑细一些。细的线条呢，如何去做缠绕呢？我们把卷棒打开，处于竖的状态，竖状。卷棒处于竖状，放在发丝的前面或后面。如果你想要往后绕还是往前绕，竖的电棒呢会方便我们去绕卷，两个方向呢都能很轻松的绕出来。
但是如果你是平的，你就很难去绕出2个方向的线条感。OK， 绕一些比较细小的线条，这边呢也是一样的。OK， 竖的绕出一些比较轻盈的线条，再来一点点。做一些灵动感，符合我们整个发型的感觉。OK， 那最后呢，我们再用我们的吹风机冷风将整个头发呢完全打散，尤其是发根位置，因为我们是直接顶的根部、顶的刘海，所以说刘海呢会有更多的重量往前走，把刘海呢给它往后扫一扫，把所有头发呢往后去打散。不要让它聚在一起，越做这种轻盈凌乱的发型呢，你越要打散，而不能让它堆成一个面上。冷风打散就 OK。打散完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再去做一些精油打理。那接下来我们这里呢，用一点点发乳，然后去做最后的打理。发乳呢，先打到我们的发尾。发乳呢，就是精油和发泥的混合，先打到发尾上，把发尾呢打出质感。打理完之后呢，从2侧进去，把所有头发呢给它撩顺，从后侧进去，脖子内侧进去，把后侧的头发也撩顺。最后呢，把表面的这些纹理呢给它撩出质感。如果今天想要拍一个比较背影的感觉呢，其实这种呢就可以拍出很好的这种背影纱了。而这种背影纱呢，它是比较轻盈松散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再去看我们正面的效果。做日系的发型呢，其实正面的效果呢不一定要呈现的那么厚重啊。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这边打理的时候呢，我会适当的把分线给它分一些锯齿的形状。刻意的把分线呢分得偏一点点 ，OK， 分好之后呢，刘海多的这边呢先不要管它，我们先把少的这边呢往后撩，撩完之后找到我们那一根氛围感的刘海，把这根刘海呢适当的去给它呈现出来，呈现出来之后，把主刘海适当往前修饰，脸际的头发呢甩过来一点点，让我们的脸际呢不要空洞。接下来剩余的头发呢往耳朵后面夹，适当甩过来一点点头发就 OK， 不需要太多。太多的呢，我们去拍照的时候呢，它是没有太多这种日系凌乱的感觉哦。然后我们适当的把头发往耳朵后面夹一下，这边一侧呢感觉就可以了。表面呢这些纹理线条呈现出来一点点 ，OK。另外一边呢更简单，头发呢从后面撩过来，这边呢我们可以体现的厚重一些，刘海直接往后撩，撩完之后呢，让刘海适当回来一点点。同样的，哪怕回来的刘海呢，也不要让它显得很厚重，轻盈一点点。剩余的这些头发呢，就让它在我们的表层呢体现一些线条感、纹理感就 OK。脸际的头发呢，不要放过它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去拍一款比较日系凌乱的感觉呢，它就 OK 了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发型呢，就基本上到此结束了。而这款发型呢，也是未来我们最好出片的一款发型结构，因为它具备了底趣的质感的同时呢，又具备了很多比较有表现力的纹理感。一般这样的照片拍出来呢，它的层次感会比较强，立体感也比较强。相比于说韩式慵懒风的发型呢，它会更多的增加一些画面感的动感。所以说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也会用照片的形式呢，把作品拍到最后呈现给大家。